上一讲里，丞相田汾一语定国策，黄河决口从此就不管了。看这段时间的历史，会感觉国家大事很容易拿主意，反而是很苟且的人事纠纷，把朝廷上下搞得鸡犬不宁。就连杀伐果决的汉武帝都一个头两个大。事情的关键在于一个叫灌夫的人。当时窦婴淡出了政治舞台，原本在窦婴身边阿谀奉承的宾客们呢，纷纷转身了，巴结田汾去了，搞得窦婴家里门前冷落鞍马稀，照旧登门造访的就只剩下灌夫一人。灌夫特别的年轻，但窦婴呢，和他意气相投，相识恨晚，处的呢就像父子一样。我们有必要借助史记了解一下灌夫的身世。看到灌夫姓灌，不免就会想到他会不会是大汉开国名将灌婴的后人呢？事实上不是的，或者说不完全是。灌夫的父亲名叫张孟，这不是什么正经名字，大约相当于张老大。张孟是颍阴人，近水楼台做了颍阴侯灌婴的家长。灌婴特别喜欢张孟，举荐他到朝廷做官，做到了2000石级别，这实在是让人无以为报的知遇之恩。从此张孟就改了姓，叫灌孟。史记原文是故蒙灌氏姓梅，灌孟，没说清楚改姓的动机，所以我们不知道张孟到底是为了报答大恩才甘愿给灌婴当儿子，还是以自己的本来出身做2000石级别的高官不方便，这才冒用了灌婴的姓氏呢？无论如何，张孟从此就变成了灌孟，亲儿子也不叫张夫了，而叫灌父，这又是一种改姓的情形。平定七国之乱的时候，灌婴已经死了，儿子灌和继承爵位，追随太尉周亚夫出征，还请灌孟担任校尉。灌夫呢，也在军中管着1000人，相当于一名团长。当时灌孟年事已高，周亚夫呢并不想带他参战，多亏灌和使劲为灌孟说话，这才为灌孟争取到校尉的差事。灌孟是窝里一肚子火，一到战场上就专挑硬骨头啃，要证明给大家看什么叫虎老雄风在，为此终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当时有军法规定，凡是父子共同参战的，只要有一个人战死了，另一个人呢就可以护送遗体回乡安葬。这段记载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时汉朝军法人性化的一面。但父子齐上阵，这是早在春秋年间管仲就已经提出来的想法，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打出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劲头。果然，灌父不敢回家，而是慷慨激昂，要杀进吴军大营，为父报仇。在灌夫的感染之下，有几十名勇士愿意追随灌夫去闯营。但等到出了自家的营门，小风一吹，望到敌军是壁垒森严，人多势众，很多人刚要发热的头脑马上冷静下来了。不对死的是灌夫的爹，又不是我爹。这热血一下头，腿呢自然就软了。最后只有2个人和10几名奴仆。史记原话是独2人及从奴10数骑冲向了吴军大营。这是一处很值得我们关注的细节。2人的人指的是在编的汉军士兵。先前热血沸腾的几十名正规军，就只剩下这2个人愿意陪灌夫玩命。但是同行的竟然还有从奴10数骑，他们的身份不是军人，而是奴仆，估计就是灌孟家的家奴。那这些人作为奴仆，不但会骑马能打仗，看上去还对主人忠心耿耿，甘愿以生死相许。当然，这些奴仆如果有的选，可以留在大营的话，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，会不会比死更惨。当灌夫等人返回大营的时候，从奴10数骑全部战死，那2名正规军的骑士也只回来了1个。灌夫本人是身负10几处重伤，要不是军中刚好备有良药，灌夫就活不成了。当灌夫的伤势稍有好转之后，他迫不及待再次亲战，但这一次被上级长官坚决阻止住了。战争结束之后，灌夫因此名满天下。
后来从景帝朝到武帝朝，灌夫在仕途上几次大起大落，最后一次被罢官之后，他就在长安闲居，和失了势的窦婴打得火热。灌夫做官就像是坐过山车，这倒怪不得别人，完全是他的性格使然。史记对他的概括是不喜文学，好任侠，以然诺，也就是对文化文辞看不上，追求大侠做派，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做到。不喜文学这一点刚好和汉武帝相反。任侠精神在秦汉之际行得通，在汉朝初年行得通，在文景时代也还算勉强行得通，但到了武帝时代，中央集权的铁箍越勒越紧，社会上越来越没有任侠精神的容身之地了。也就是说，灌夫不但和汉武帝拧着，也和时代大势拧着。灌夫为人刻意蔑视那些地位比自己高的人，又刻意礼敬寒士，刻意和拜高踩低的主流社会风气高声唱反调。所以也难怪在窦婴失势之后，灌夫特别喜欢和窦婴作伴。这些特点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，就像一堆干柴，只欠一把火。更要命的是，灌夫自带火种，他的酒品不是一般的差，一喝就多，一多呢就醉，一醉就连天王老子也敢打敢骂，终于就骂到甜粉头上来了，还不止一次。但甜粉哪里是好惹的人呢？灌夫和甜粉的矛盾深深关联着窦婴。司马迁以生动鲜活的笔触写下了这一番爱恨情仇是怎么愈演愈烈，一发而不可收拾的。剧情实在是太琐碎，太狗血。如果这是一部连续剧的话，那么司马光做的就是删繁就简的工作，直接跳到最后一集。最后一集的剧情是甜粉出手了，弹劾灌夫的家人在颍川郡横行霸道，当地人民苦不堪言。这里需要解释一下，灌夫虽然住在长安，但老家在颍阴县，今天的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。这里原本是颍阴侯灌婴的封地，就在前几年武帝建元6年，封国撤销，颍阴县划归中央直辖的颍川郡。灌夫的家人宗族宾客在颍川郡确实横行霸道，甜粉并没有栽污他。当地甚至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：颍川清，灌氏宁，颍川浊，灌氏祖。意思是说别看现在灌夫家族这么猖狂，但早晚会变天，灌夫家族会被灭族。我们还是有必要根据史记补充一点细节，让这个大结局显得丰满一些。话说甜粉一打报告，武帝有点困惑，说这点事丞相您自己看着办就好，为什么要来请示我呢？确实从程序上说，灌家虽然富甲一方，但灌夫这时候已经无官无职，也不在彻侯之列，那么承办灌夫家族的不法行为完全没必要上报到皇帝这里。面对甜粉的致命一击，灌夫没办法申辩，但没有关系，灌夫手里也握有甜粉的小辫子，那就互相伤害吧。甜粉更不干净，曾经暗中收受淮南王的贿赂，向淮南王透露朝廷机密。这种事情如果检举上去，比灌氏家族的横行不法严重太多了。现然双方都是长安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不乏有人穿针引线，息事宁人，事情总算是翻篇了。我们给事情复盘，自然觉得结局虽然是平手，但显然是灌夫占了上风。灌夫只要继续抓着甜粉的把柄，就相当于握有一块免死金牌，甜粉再也不敢动它了。如果灌夫够聪明，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应该想到自己有危险了。但灌夫想不到这一层，偏偏连窦婴也想不到。于是在甜粉结婚，彻侯和宗室同去道贺的那天，终于出大事了。灌夫看不惯宾客们巴结甜粉，却对窦婴失礼，于是再一次使酒骂作，借着酒劲大闹婚宴现场。甜粉呢气炸了，当即扣留灌夫，清算灌夫家族的旧账，派人分头缉捕灌氏宗族，连远亲都不放过，通通判为弃市之罪，要在闹市区当众处决。那这样一来，灌氏族人不是被抓了，就是逃亡在外不敢露面，灌夫本人又被严格囚禁着，
这时候再想检举田汾的不轨勾当，已经完全没有机会了。是的，田汾要灭灌夫全族，只要自己拿主意就行，完全不必请示皇帝。事情发展到这个份上，只有窦婴能救灌夫了。窦夫人啊很灵性，说灌夫啊救不得，浑水啊趟不得。但窦婴呢说了一番豪言壮语，原话是：侯自我得之，自我捐之，无所恨。意思是说侯爵是自己挣下来的，就算从自己手里失去也无所谓。从这句话来看，窦婴估算过风险，认为最坏的情况就是自己被牵连进去，爵位被撤销，一切特权待遇清零。后来的事情证明，即便是窦婴这样的政坛老江湖，即便在高度关切自身安危的事情上，竟然也会大大低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。可怜这位单纯的老人家，瞒着家人，偷偷给武帝上书，然后立即就被武帝召见。在窦婴看来，灌夫到底不过是十酒骂作，皇帝也好，丞相也好，何必跟一个酒疯子一般见识呢？以灌夫出生入死的战功，难道还抵不消这一点点发酒疯的罪过吗？话倒是在理啊，武帝听进去了，留窦婴呢在宫中吃饭，然后请窦婴到太后面前和田汾当面把事情说明白。这一当堂对质，正应了相打无好手，相骂无好口的老话。双方是你一句我一句，你揭我的短，我揭你的短，越骂越凶，全然失了达官显贵的体统。那么多朝廷重臣都在旁边听着呢，要不怎么司马迁能把整件事的细节描写的那么活灵活现呢？最后汉武帝请大臣们给意见，高官当中只有汲黯支持窦婴，韩国对双方各打50大板。还有一位正当时就是跟汲黯一道堵塞黄河决口的那位，一开始支持窦婴，然后却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，把武帝气得破口大骂。王太后更是气得吃不下饭了，对武帝说：我还活着呢，就有人这么欺负我弟弟，将来我要是死了，我们王家人一定是任任宰割了。太后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武帝没有办法，那就依着田汾先把灌夫灭了族吧。这还不能算完，伙同过父一起欺负田汾呢，不是还有个窦婴吗？把他交给司法机关好好审审。这一审毫不悬念，审出来一个死罪。我们下一讲再见。